嗨，大家好，我是国际象棋高级教练高之倩高老师，欢迎来到我的课堂。我将带领大家遨游奇妙的国际象棋世界。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忽然觉得很无聊，于是昭告天下说，谁要是能让我高兴起来，我就会答应他一个请求。接下来的几天，有给他献宝贝的，有给他唱歌跳舞的，有给他做好吃的，可是都没能让这个国王高兴起来。这时候来了一位老爷爷，他说，我教您下国际象棋吧，可有趣了。国王说，好，那我们试试吧。没想到这个国王一学上国际象棋，就兴奋得不得了，拉着老爷爷下了几乎3天3夜，高兴得合不拢嘴。国王对老爷爷说，谢谢您教会了我下国际象棋，我太高兴了，请说出您的请求吧。老爷爷说，那好吧，尊敬的国王，我要做面包的小麦，数量嘛，要用国际象棋的棋盘来计算。请您在第一格放1粒小麦，第2个格放2粒小麦，第3个格放4粒，第4个格放8粒，接下来的每一格都放前一格的1倍，最终放满64个格。国王一听，觉着好好奇呀，你就这点要求吗？这也太容易实现了。他决定立刻奖给老爷爷1到2袋小麦。可是1袋、2袋、3袋小麦很快就用完了，还远远不到64格。国王有些纳闷了。这时候，宫廷数学家报告说，64格的小麦，它的总数将是一个19位数，足够地球上所有人吃100年。如果折算为重量，大概是2000多亿吨。而即使是现在，全世界小麦的年产量也不过是几亿吨而已。自然，国王一时无法完成这样的承诺。老爷爷笑着说，尊敬的国王，我不需要您立刻给我这些小麦，请您努力工作，爱您的臣民，让地里长出多多的小麦，把它分给大家，让天下的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国王对老爷爷敬佩万分，和老爷爷拉钩，答应实现这个愿望。好，故事讲完了，你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国际象棋是什么了呢？我们就先从放小麦的棋盘讲起吧。Here we go。国际象棋的英文又叫做 chess， 这就是国际象棋的棋盘，英文称为 board。它是由深颜色和浅颜色的格相间，一共64个方格组成的，所以有的时候国际象棋也被称为64格。那在这个棋盘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深颜色和这个浅颜色的格这个按照习惯，我们通常把这个深颜色的格称为黑格，英文称为 black square 或者是 dark square。那浅颜色的格呢，我们按照习惯通常称为白格，英文就是 white square 或者是 light square。有的小朋友可能会问，不对，你看看这个格明明是蓝颜色的嘛，为什么能叫黑格呢？哎呀，不要揪那么细嘛，我们就把深颜色的格叫黑格，浅颜色的格叫白格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学习摆棋盘，请小朋友们把右手举起来，看看我们棋盘的右下角，这个格是什么颜色的？对了，是白格。Light is right, right is light。所以我们棋盘的右下角是白格，我们这个棋盘才算摆对了。那在棋盘上呢，我们把竖着
组成的格称为竖线，英文叫 file。再看看每一条竖线下面都有一个英文字母，分别对应着这个竖线的名称。A 线 A file， B 线 B file， C 线 C file， D 线 D file， E 线 E file，F 线 F file，G 线 G file 和 H 线 H file。那我们把棋盘上这个横着的这个格我们称为横线，英文呢又叫做 rank。每一条横线也有对应的数字，我们来看1、2、3、4、5、6、7、8。那第一横线呢，我们称为 the first rank。第二横线我们称为 the second rank。第三横线 the third rank。第四横线 the fourth rank。第五条横线the fifth rank。第六横线 sixth rank。第七横线 seventh rank。第八条横线 eighth rank。那根据这个数学的坐标我们把这个格看好字母在前，数字在后每个格就有了自己的名称，这就是 A1、A2、A3、A4、A5、A6、A7、A8。看看这儿 B 线了就是 B1、B2、B3、B4、B5、B6、B7、B8。这是 C 线第一个 C1 一直到 C8， 第1一直到第8以此类推，这样我们每一个格呢都已经有自己的名称了。记得要从白方的左下角数起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格的名称我先点个这个格是什么呀？看看 A 线的第5格A5 在这儿， C 线的第3个格C3 这儿， E 线的第7个格E7 这个呢 F 线的第2个格F2 这个呢 H6。 哇哦，你们太棒了。好，我们再看斜线我们把斜着这个格斜着格组成的线称为斜线，英文叫 diagonal。 A1 到 H8 这是一条大斜线， H1 到 A8 这也是一条大斜线， A7 到 B8 这是一个小斜线。那斜线的名称呢，也都是由它开始的格和它结束的格的名称组成。再看看这条线，这就是 A3 到 F8 斜线。好，这一节我们最后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来学学摆棋子了国际象棋黑白双方呢，共有16个棋子，加起来一共32个棋子。我们边认识它，边把它摆到棋盘上棋子呢要摆在这个格子里黑白双方要分别把棋子摆在靠近自己的这个2条线上好，接下来我们摆起来我们在棋盘的角落里看，这是车白方的车，黑方的车，我们把车分别摆在角落里。然后车的旁边是马不用说，你们也一下就能把马找出来。然后比马高一点的这个是象，黑方的象摆在马旁边接下来重要了关键的时刻到了。我们看中间剩下了2个格对不对？白方2个格，黑方2个格。我们先找到带着皇冠的这个棋子，也就是皇后。注意白方的后要摆在白格，黑方的后摆在黑格，剩下的一格就是房咯。最后我们把小兵都摆在这个棋子的前面白方的小兵，然后是黑方的小兵我们这样就把棋子都摆好了。
好，总结一下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啊。首先，我们在摆棋盘的时候，右下角一定是白格。第二，我们摆棋子的时候，白后白格，黑后黑格。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啊，国际象棋 chess